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千年一遇。人身上的三星护体质是神仙下凡的特征。相学认为，一个人的运势会通过他们身体上的各个部位的特征反映出来。比如痣，有些痣是很特殊的。那么什么叫三星护体痣呢？三星护体是指三颗痣像三角形那些连在一起，在痣象学中被称为千年难得一遇的，便是三星护体痣。有这样的痣，相对于人的运势有怎样的说法呢？有人认为三星护体痣是帝王，这种说法是真的吗？下面一起来看看什么叫三星护体痣。一人身上的三星护体痣代表什么？三星痣在一个人的身上代表着的意思，其实就是稳定。因为在物理学上，三角形是一个特别稳固的形状，世间万物都具有相通的地方。这种稳定的三角形运用到了个人的痣象上，其实也是解释得通的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一个具有三星痣的人在运势这方面都基本上是属于特别稳定的类型。不过常有这种痣象的人，不论男女，性格方面都有些孤僻，创造力强，有类似于艺术家的脾气。情况严重的人还可能出现神经质，甚出现致精神疾病，常给人阴冷之感。此人这一生会遇到较多的怪事情，不管是自己思想作祟，还是真实遇到，他们的一生注定变幻莫测。有常此痣象的人就需要注意了。二、三星护体痣是什么样的？一般三星痣都是指三个痣排列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模样，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，因为有三个直接接近就已经比较难了。同时这三个痣还刚好形成了三角形，这样的状况自然更少见。三星痣生长的部位没有特定的要求，不管在什么部位出现三个痣形成三角形，都叫三星痣。因为痣一般都很少有聚合的，大多比较分散，也很少形成形状，因此三星护体痣也比较罕见。三星护体痣在哪里？一、右脸有痣。右脸有痣的人是非常富贵的，这种人在早年时期可能没有显现出来，打拼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顺心，往往会错失一些良机，但是并不影响到以后的福气。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右脸有痣的人会越来越顺，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取得非常好的发展，在金钱方面也有很多意外的收获，会让以后的生活得到良好的保障。右脸有痣的人福气大多在后头，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，常有好运加持，不管做什么事都非常顺利，生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。即便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也能够很快得到解决。右脸有痣的人命中常有好运加持，到了晚年时期，生活状态富足安逸，子女常伴身边，各方面发展都让人非常羡慕。二、脖子有痣。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，左富右贵，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脖子上有痣的话，不管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，都是非常有福气的征兆，属于大吉之象。脖子有痣的人通常来说情商是非常高的，很懂得如何去打理人际关系，在为人处事方面能够得到他人的好感，生活当中也会结识到很多贵人朋友。这种类型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，一般都能得到很高的权位，不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同时也会给后人子女带来很多好处。因为他们有着较高的权利，所以子女在以后打拼的过程当中会得到不少的帮助。脖子有痣的人命格是非常好的，大多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同时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满富足。三、腿上有痣。另外腿上有痣的人运气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腿上有痣的人自身能力比较出众，独立性较强，
平时不喜欢去依靠别人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，首先都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交方面也是非常擅长的，虽然他们不喜欢去麻烦别人，然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人主动给予帮助和指点，让他们顺利度过难关。腿上有痣的人做事比较有耐心，性格坚韧，独立自强，只要是自己选择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努力坚持到最后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与磨难，都不会轻言放弃。腿上有痣的人很有事业心和打拼精神，大部分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，并且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也很专一、认真，在经营感情方面十分用心，不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。大家多数人都能够与所爱之人携手走到最后，得到想要的生活与幸福。三星痣的特点，要符合构成三星痣的条件，前提是一定要具有3颗的数量，通常发生在人类身体或面部，但在小范围内同时出现3颗痣的可能性很少，这也是三星痣被称为千年一遇的原因。更为有特点的是，三星痣任意2颗的排列都是在一条平行线上的，而3颗痣不能都处于同一平行线上，符合这样布局的三星痣才能构成三角形。长有三星痣的人，一生运势平稳；长有三星痣的人，其此生各项运势都极为稳定。优势在于人不必为人生的各种未知因素带来的波折所苦，而是处处一帆风顺。如果对建筑学或数学理论有研究的人，会发现三星痣所组成的三角形极为稳定。三角形具有3个点，每一点发力都会有相对应的2个点受力，均匀受力保持了形状的稳定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建筑学中将三角形视为稳定的象征，而在数学中，三角形是最为稳定形状的原因。千年一遇的痣，三星痣。三星痣之所以千年一遇，其可贵之处不是在于它可以帮助人兴旺某一方面的运势，比如说财运或者是官运，而且就是它能保证这人一生的各项运势都极均衡，没有大福之兆，也没有大凶之兆，且其命中运势有突然转变的可能性非常小。长有三星痣的人天资聪颖，从小在某方面不会有太高的天赋，但是各方面指标都极为平均和平衡，没有太过于耀眼之处，也没有不足之处。平稳淡泊的生活状态使他们的人生异常顺利，是让许多人羡慕的。三星护体痣的运势解析，对于个人的运势影响，三星痣一般都是在稳定性这方面产生的影响会更多，所以具有三星痣的人从小就各方面都是属于很平衡的类型，尤其是在身体状况和头脑这方面。所以这种人长大之后虽然不一定辉煌腾达，但是生活一定可以过得比较好，也就是说这种人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。三星护体痣的人虽平凡，但其实这种安定的生活才是最难得的。不管是富人还是普通人，命运总是跌宕起伏，令人身心俱疲，可只有这种安稳的人生才真正有种顺遂的感觉，也让人觉得生活的美好。因此不必强求大富大贵，有时候吃饱穿暖已实属不易。脚踏七星的含义，脚板底有7粒痣，命相上叫脚踏七星格。俗语说脚踏一星能掌千兵，脚踏七星掌管天下兵，天生帝王命。真正的脚踏七星皇帝命，不单纯指脚板底上有7颗痣这么简单，还要这7颗痣是按照北斗星状排列，才是紫微帝君下凡。相学里谈到脚踏七星，就是脚板上有7颗痣，有掌管天下兵，天生帝王命的说法。传说汉高祖刘邦就是脚踏七星之人。脚踏三星，
相传也是星宿之命。7. 脖子上的痣，在一些民俗歌谣中，对于脖子上的痣有左富右贵的说法，因此脖子上的痣作为3星护体痣之一，不管是长在左边还是右边，都对于本主的运势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作用。脖子上有痣，也被称为有大吉大利面相的一种人，这种人的好运势主要体现在官运亨通上。拥有这种痣的人，大都性格圆滑，处事严谨，待人有亲和力，很适合在官场上生活。如果一个人脖子上有痣，那么在面相学中属于大吉的面相。而且这类人如果善于为人处事，喜欢掌握权力，有当官的霸气和野心的话，他们往往可以成为位高权女人有此志向，情路坎坷，波折不断，偶遇心动之人，亦不敢主动追求，遗憾错过，命中注定头婚难幸福，二婚可长久，婚姻破碎，方知晓爱情真谛，苦苦寻觅，终遇良人，二婚之后备受宠爱，幸福愉悦。重，让人敬仰的人。好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后背有痣穷一世，背上的6颗发财痣，让你一生财运亨通。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吧。1. 后背脖子和肩部相接处有痣，这个位置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与财运的交接点。这个部位长痣的人命中贵人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，因此得财比较的容易。而且如果这个部位不止1颗痣，而是有1至3颗圆小的黑痣的话，这种人往往从小头脑就非常的聪慧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做事也懂得变通，长大后往往会有大出息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中晚年时运势最好，财富和名望双丰收。2. 后背右肩胛骨下端有痣，右侧肩胛骨稍下位置长痣的话，并非全是好痣，而是有吉有凶，吉痣可旺财，凶痣则会破财。这个就需要根据痣的形状、颜色来判断痣的凶吉。如果这里长有1颗色泽黑亮且形态圆小的吉痣的话，这颗痣就属于旺财痣。这颗痣最忌干瘪和晦暗，长有吉痣的人一般善于经营，很有经商和理财方面的天赋，而且喜欢思考和观察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往往能够获利颇丰。这种人一生大多都能够财运亨通。3. 后背脊柱正中有痣，脊柱在体相中代表着支撑之意。如果一个人的背后脊柱正中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贵人痣，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大局观比较强，考虑问题也比较的全面，很有领导力，而且贵人运较好，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和提拔，事业和财运发展自然是势不可当。而且这种人大多出身较好，对于金钱的驾驭能力也比较强，从小能够得到家中的庇护和扶持，长大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，晚年能享子孙福，一生顺遂而通达。4. 正对肚脐后背有痣，肚脐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的起始之源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正对肚脐眼的后背脊柱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健康和长寿。这种人大多比较的睿智，很有智慧，而且内心非常的善良，待人处事方面都是与人为善，因此周围的人都愿意与他们交往，人缘非常的好，凡事都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和想法，因此也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敬。可能年轻时看着会比较容易吃亏，但是晚福厚重，能享富贵。5. 后背腰上有痣，古时喜欢用腰缠万贯形容一个人有钱，除了是因为古代人喜欢将钱串起来缠到腰上以外，还因为腰部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财气和蓄财能力。如果后背腰上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大气，做事很有尺度和把握，特别的沉得住气，遇事不慌乱，很有智慧，
还特别的善于打理钱财，天生就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，非常的善于做生意，特别的会挣钱，聚财能力非常的强。6. 后背尾椎有痣。后背的尾椎部位的痣在相学中称为福禄痣，代表着自己的官禄运势和自身的福气厚薄。此处长痣的人大多祖业殷实，年轻时便能得到家中的庇护或者长辈的资助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的顺利。而且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较好，容易长寿，头脑也比较的聪慧，有着很强的观察力，眼光比较的独特，入世容易升官，经商容易发财。当然，我们除了要一世富贵之外，还要长命百岁，安心享受老了之后的生活。但是长寿这件事情不仅要看自己有没有经常锻炼身体，还要看自己的命中有没有长命百岁之命。其实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。那么哪里长痣是寓意长寿的呢？哪里又是寓意短命的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1. 长寿痣。1. 肩膀有痣。肩膀有痣是一种吉痣，这种痣象的人老来发财，固然有一些辛劳，但是顽强拼搏，可以占领重要的位置，成为一种权威。他们在事业上可以成为好的指导人，以身作则，率领他人走上事业巅峰。2. 鼻头有痣。鼻子是财帛宫，鼻头假如有痣的话，阐明这个人财气很足，家庭背景也很不错，而且可以有好的运势，所以这种人有很强大的才能，懂得发家致富的道理，可以有富人的风范，到老也不愁没钱花。3. 嘴角右边有痣。嘴角右边长有痣的女人，主劳碌费口舌之命。长有这颗痣的女人，这一辈子心眼十分的大，而且管的事情很宽，小到一针一线，大到家里财政大权，终身疲于劳累，常常被女人称为女强者。但是他们的劳劳碌碌常常为他们的后一代来不错的福气，聚财气于家族之中。4. 脚趾有痣。脚趾固然相关于整个身体来说是比你小的一局部，很多人对脚趾没有多留意过，其实脚趾的长度对运势有很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女人，脚趾长的女人财运无比亨通，大多数出生在富贵殷实的家庭，对家人的喜欢，终身福禄双全，大吉大利。在婚前他们兴隆父母，在婚后他们又给老公招财进宝，荣华富贵，而他们到了暮年也是福气连连，好运不时，能够说是富贵无忧的了。5. 眉间长痣。两边眉毛之间假如长有痣，并且痣的外形比拟规则，运势是十分好的。由于双眉之间的中央也叫事业宫，掌管事业，这个中央有痣，无论是普通工作还是做生意，事业运财运都十分好，可以步步高升，平步青云，痣的颜色越深越好。6. 眉心长痣。女人假如在眉毛中间长痣，必定富贵无忧，这样的志向天生就十分可以招财，而且驱除邪物，保佑本人终身贵气满满。这样的女人终身都没有什么灾难，少年时期就开端表现得与众不同，婚后和丈夫一同运营家庭，更是顺风顺水，成为富太太的几率极高，生活富足无忧。7. 耳垂长痣。耳垂在命理上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和长命之势，假如耳垂之处长痣，必定可以在财运上得到很多收获，这样的人历来不会由于钱财的问题忧愁，而且就算当下很艰难，这种窘境也会很快消弭，得吉星护佑，这样的女人终身可以顺利安稳，子女成才较早，命中福气深沉，是少见的贵人之命。8. 肚子长痣。女人在肚子的中央长痣，特别是小腹的位置，被以为是贵气最多，这样的女人天生聪明，终身靠着本人的努力和斗争，最终过上很好的生活，不论小时分家境如何，长大之后她们必能转运成为人中龙凤，而且终身短命又多财，生长得美丽大方，终身异性缘爆表，事业爱情双双美满，
非常有福气。9、后背和后脖连接处。说到典型的长寿痣，位于后背和后脖连接处的痣就会是一颗比较典型的长寿痣象。一般会在后背和后脖连接处长有痣的人，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极强的。这样的人，他们从小就会很少生病，体质好，个子高，再加上具有超高的智慧和正义感，身上有着侠义之风，会是很受欢迎的一类人，所以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长寿的。10、后背肩胛骨位置。那种在后背肩胛骨位置上有痣的人，他们会是天生好命之人，各方面运势都发展得很不错，不管是事业、财运还是感情，都会比较平稳。当然，健康运势也是很不错的。当你拥有了足够的财力，不再用为了生计而劳走奔波的时候，在日常再多注意一些养生，那么长寿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11、后背脊柱周围。要是在后背脊柱周围上长有痣的人，这种人他的健康运势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感情运势不太顺利，因为脊柱就是一个人的脊梁，从体相上象征一个人的正财运，在这个位置上长痣的人，想获得正财的道路会比较曲折。而女士这个位置长痣的话，大多会远嫁，感情道路比较坎坷，但是对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。2、短命痣。1、人中有痣，但这痣是表示短命的痣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痣被认为是短命的痣？主要是人的面相学，主要是人的生殖机能之一。在这个位置有痣，表明男性和女性对这个人的生殖都不是特别健康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从青春期开始患妇科疾病的可能性很高，而且结婚后生育的问题也会困扰到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在生育的时候要注意生育的安全。男性朋友也要注意这个地方有痣，不要因个人疏忽而因小失大。2、法令纹。法令纹长上有痣的人，有这种脸的特征的人是有损健康的，也就是所谓短命的人。一般来说，50岁之前出现法纹样的人，原本就是很辛苦的人。法令纹上有痣的话，那样的人就有可能因为长期的疲劳而生病或生病早死。所以，一般法令纹上有痣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尽早预防不出事故。他们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健康。3、鼻梁。鼻梁处的痣也被称为短命痣，鼻梁代表着人体的心脏部位。如果鼻梁处有痣的话，说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，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心脏疾病。拥有此痣的人平时要多关注情绪，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，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。另外，这种人也要定期的检查心脏功能，如果发现意外情况，就需要及时治疗。好了，风水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长在肩膀和手臂上的旺财吉痣，让你吃穿不愁。人们在分析志向、了解个人运势变化的时候，往往会将观察的重点放在个人面部长有的痣上，但其实影响个人运势的痣不仅仅只有面部有，在身体以及四肢上也长有的不同的痣。例如长在肩膀或手臂上的痣，不仅能够体现出命主财运如何，还象征着其人的工作才能及应对压力的能力。一、肩膀顶端有痣。畅达痣位于肩膀顶端外部的位置，若是长有一颗外形圆滑、色泽黑亮的痣的话，那么便说明其人在工作当中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一帆风顺，不会遭遇任何的阻碍。这颗痣也因此被称之为畅达痣，所象征的就是命主运势稳定，事业发展相当的迅速。也正因为这颗痣还可以体现出命主正财出色，只要他们事业有成，那么财富收入自然会非常的丰厚。二、肩膀上半部分有痣，进财痣位于畅达痣下方约为4个指头距离的位置所长有的痣便是进财痣。这颗痣所象征的含义很简单，
那就是命主在赚钱方面有着非常出众的才能和运势。他们不仅具备能够赚得万贯家财的才能与学识，而且还可以利用不同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收入，像是努力工作，或者是投资理财，亦或者是偏财运旺盛，容易获得横财等等。3. 左手臂外侧有痣，藏珠痣，位于左手臂的外侧，接近进财痣的部位，如果长有痣的话，那么这颗痣便可以称之为藏珠痣。一般来说，能够拥有一颗外形出色、颜色纯粹的藏珠痣，说明命主的理财能力和守财能力比较出色，也就是财库丰盈。这类人无论赚得多少财富，最终都能将金钱全部放在口袋里，而不用担心会遭遇破财危机。4. 右手腕位置长有痣，有能痣，这颗痣的含义较为特别，代表的是命主多才多艺，能力出众，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精明头脑。很显然，这类人是具备获得高额财富收入的能力，可以获得一份适合自己且收入丰厚的工作。不过他们的财运是好是坏与自身的努力也有着密切关系。综上所述，我们能够知道痣在我们身上预示着很多的好处，那么它们除了好处之外，究竟有没有坏处呢？我们接下往下看看吧。身体此处有痣，医生苦命。1. 人中有痣，人中是经脉汇聚的地方，在面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，在痣相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，特别是跟人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人中有痣是不好的一种特征，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，即使不是生病，也会显得整个人没有什么精神。另外，这类人天生还是比较胆小的，生活中做事是没有自己的看法，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胆小怕是心中有着什么样的想法都不会大胆地表达出来。2. 眼下有痣，眼下有痣我们通常都会称为泪痣，如果女人有着泪痣，其实在痣相中是属于恶痣的一种。她们在感情方面的发展是不怎么顺利的，感情中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，表现是起伏不定，会经历着比较多的恋情。即便是能够顺利结婚，婚姻方面的发展也是不怎么好的，自己跟丈夫的情缘不深，婚姻生活难以安稳下来，在他们当中大多都是会经历着离婚或是多段婚姻，经历着考验才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3. 腮部有痣，两边的腮部有痣，这类人的性格大多都不稳定，而且脾气还是非常大的。生活中的他们易怒冲动，遇到自己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发怒，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。财运方面的发展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因为的冲动，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也会容易流失。腮部有痣其实也是属于会漏财的志向，财运发展多阻碍，也多有破财的情况出现。4. 鼻梁上有痣，鼻子是财帛宫，代表着我们财运的发展。鼻梁有恶痣的人性格会比较霸道一些，虽然在他们的命中会有着一定的赚钱能力，但是因为他们性格的原因，导致跟身边人无法很好的相处，总是会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。女人如果是有着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更加不好的了。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，婚姻中跟丈夫的感情也不怎么好，可以说运势是比较低的。如果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姿态，情况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5. 脚踝有痣，脚踝连接着腿和脚，起到枢纽的作用。此处有痣的人是个操心劳力的命，总是为了身边的人和事呕心沥血。父母的赡养，子女的教育，人际关系的相处，工作的压力，常常让他们想要逃避，可他们却无处可逃，只能负重前行。一辈子都在为他人服务，从没考虑心疼自己。从年轻时起，因为操劳身体落下许多毛病，到老了病痛折磨，凄惨一生。6. 小腿有痣，人行走全靠双腿，特别是小腿，迈出一步就代表人生方向。
如果小腿上有痣，则说明一生都在奔波，飘忽不定。就像古代的奴婢，主人说做什么，他们就唯命是从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一生都很无奈。有时候并不是他们要这样做，而是当下局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他们的命运大多坎坷，身不由己，往往容易认命，一生穷困。7. 脚背有痣。脚背有痣的人是真的奔波命，他们只有不停地奔走才能赚到钱，只要停留就会失去动力，失去赚钱的能力。所以他们不得不像流浪者一样到处漂泊，但无形中丰富了他们的阅历，人到中年见识广博。其实他们最惨的不是到处奔波的辛苦，而是在这过程中不断有小人出来干扰。可以说拼事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小人弄出来的，往往防不胜防。8. 额角有痣。额角的左右位置在面相学中叫做迁移宫，这个位置的痣相和气色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经常搬迁、工作环境等很多情况。这个位置长痣的人会背井离乡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常待，或者为工作，或者为生活，再或者是远嫁的女人，亦或者是上门的女婿，还有就是经常出差的人。如果是色泽明亮的黑痣，说明这个人会在奔波中发财，过得很好，很享受着这种生活。如果是灰暗的痣，说明经常会为这种情况烦恼，或者为不断奔波所累。9. 下巴正中央有痣。在下巴正中间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会被称之为辛苦痣。通常的情况下，此人的财运不济，天生就是漏财相，常常花钱大手大脚，自己有不良的嗜好，总是有点钱就会全部都给败坏光。与家人子女的关系也会比较疏离，晚年极其容易孤独终老，身边很少会有可以相伴一生的人。而且此痣一长，财库必损，别指望能够存钱。10. 背部脊椎有痣。在体相中，背部上面的痣说明这人的命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如果长在脊椎上，那么代表着这个人得不到贵人的帮助，很多时候运势就会是天壤之别了。为了事业会不停地奔走，经常在外面出差，根本无法安静下来，而且就算是辛苦工作得到报酬也很少，是典型的小人面相，而且经常是招惹麻烦，所以最好不要触碰。11. 锁骨有痣。锁骨长痣为漏财痣，此处长痣的人投资理财能力差，控制力较弱，赚多少花多少，存不住钱，对金钱没有概念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消费大，钱到用时方恨少，频频漏财，很容易拉低自己的运势，难以在事业上有较高的成就，甚至会使自己陷入贫困的境地，到老还要为生计发愁。12. 命中无财。13. 眼肚有痣。眼肚位置有痣，代表忌水，容易近亲，也很难学会游泳。房屋更常受水患，即漏水、滴水的困扰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通常也是这类志向的人吧。另外，该痣位于子女宫，所以有此志向的人常常要为子女操心。痣在眼头只为长子女操劳，眼尾则为小儿女操心。14. 发际线处有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发际线处的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孤独痣。此人大多数的性格非常的孤僻，与家人的关系相处不佳，命中无大财，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是自己一个人拼搏，身边连一个可以亲近的人都没有。而且在此处长有恶痣的人，他们父母的身体体质不是特别的好，容易有疾病缠身，家里的压力非常大，挣一分花一分。15. 胳膊外侧有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胳膊外侧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性格孤僻，不知道与身边的人如何相处，
常常会导致自己本来拥有不错的财运，也会随着过于固闭自封，从而导致自己孤独一生。而且这样的人与六亲的关系相处的也会非常不好，天生过于单薄，晚年极其容易孤独终老。早年没有人心疼自己，晚年没人伺候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凶痣点掉了会转运吗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身上长痣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只要不是长在脸上或者身上显眼处，也就无所谓它怎么长。所以大多数人并不太关心这些痣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。相学上称，每一颗痣的出现或消失，都代表近段时间会有不平凡的事情发生，可能是好事，也有可能是坏事。若是善痣，则好运来临；若是凶痣，则祸事连连。那些长在身上哪些地方的痣算是凶痣呢？凶痣点掉对个人运势影响如何？哪些痣又不能随便点呢？小酱汁接下来一一为酱友解答。一、长在哪些地方的痣算凶痣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几颗痣，有些痣长在很明显的地方，比如脸上或者脖子正面，有些会长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古代相书上所谈到的凶痣很多，在面相学看来，一般显露在外的茶褐色或者黑色的痣，则被视为凶痣。因为面上多痣犹如美玉有瑕，被视为是一种不圆满，不仅会影响美观，同时还会给人的运势带来影响。所以凶痣的部位主要集中在面部和颈部，这些地方的凶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：一、在前额两侧靠近发际位置，眉毛上方外侧部位有黑痣，多为不吉。前额为天庭，象征着人的亲情与整体运。男人前额有黑痣，对不利官运。仿父与双亲不利，中年在外奔波，易客死他乡。女人前额有黑痣，也妨害双亲，不利亲人。婚姻感情不顺，带有克夫之象，容易遭产恶。即在额头上左上角贴近头发的地方的黑痣，相书说天人作命，女人主产恶，都是不吉利的志向。二、眼睛周围出现的黑痣也多为凶痣。眼睛周围的痣主要与感情婚姻状态有关，比如常说的泪痣、美人痣等，这些都会对感情运势带来影响。男人眼睛周围有痣，特别是眼角，在感情上多桃花运，用情不专，热衷于男女感情之事，常陷于桃色绯闻中，于生命有损，婚姻难以长久安定，易感情出轨。如果男人的眼皮或者眼角有黑痣，易遭厄运，为不吉之痣。女人眼皮和眼角附近有黑痣，也是与感情婚姻不利，容易遭遇渣男，感情遭到玩弄，常因为感情之事流泪伤心，婚姻容易有变故，从而导致家庭破裂，常为子女之事奔波。三、人中有恶痣也是不吉利的一种志向。男人人中有恶痣，对子孙财运不利，少子嗣，财运不济。女人人中有恶痣为凶，容易遭产恶，有难产之象，生产后易落下疾病，一生都为体弱多病的儿女操心，对健康运、夫妻运、财运都有不好的影响。四、鼻子或鼻侧的痣大多也是主凶的。鼻子是财帛宫，与个人财富和金钱运势有关，不论男女，鼻子上有恶痣都会妨碍财运。鼻头有痣难守财聚财，财产容易流失，这种流失往往是有去无回的，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拥有，与晚年运势不利，易陷入孤苦无依的境地。鼻翼有恶痣的话，不利偏财，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寄予希望，与一夜暴富。偏财运欠佳，投入再多可能也是收益甚微，不如脚踏实地，靠勤劳致富。五、嘴角下巴有痣也是不吉利的志向。下巴在面相中为田宅宫，主要是影响田宅和房产。男人嘴角和女人下巴有痣都不宜留着，少田宅，好与人争辩，在人际上容易发生口舌纠纷。二、凶痣点掉了会转运吗？主凶的恶痣对个人的事业、财运、感情和家庭、子女等都会有影响。如果可以点掉的话，尽量去掉，可以从一定的程度上改善自己的命运，还能得到一些转运的好运气。虽然这个不一定准确，但是点掉了恶痣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一个人的美貌程度，特别是对女孩子而言，心理上也会更自信。人一旦充满自信，就一定会有改变的契机。而且对于一些较大较黑的痣，这些痣容易引发皮肤癌，有损健康，最好还是提前去掉，可以预防病变。三、哪些地方的痣不能随便点？一、额头的痣不能点掉。额头的痣一般都是好痣，可是为什么说额头的痣一般都很好呢？这其实可以根据五行的说法找到依据。
额头在五行之中是占据属火位置的，而痣一般属于土象，火和土是相生的关系，所以额头的痣一般都预示着好运。如果是女性额头有痣，说明其比较多才多艺，在艺术方面比较有天赋；如果是男性，则代表很有可能有非常过人的本事。额头上的痣预示着财运和事业运势比较多，所以额头的痣一般不要点掉，点掉则可能会冲撞自己的福气，让自己的运势走下坡路哦。2. 五官上的痣不能点掉，长在五官上的痣一般都蕴藏着比较特别的意义。举个例子说，耳上有痣一般就是好痣，它代表着此人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会表现出比较有天赋的特点，甚至会在某方面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实属不易的好痣。另外，在鼻子上有痣也是比较好的，它往往预示着此人会有比较出众的相貌，而且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比较和顺安康。所以为什么说即使是大富大贵的人，其实也有1-2颗痣？这就可以说，并不是所有的痣都是不好的预兆，要灵活的分析判断。另外，点五官上的痣也比较危险，容易出现毁容的情况，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点五官上的痣。3. 脸上的红痣不能点掉。和黑痣相比，一般红痣都是比较吉利的痣，而且长相一般比较好看，不会影响美貌，反而有些红痣会使面容更加独特好看。一般长有红痣的人在事业方面的运势都会比较好，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丝毫不逊色，更重要的是感情之路也通常比较顺利，而且生命之中时常会有贵人相助，因此运势属于比较好的类型。所以脸上长有红痣千万不要轻易点掉，这是个福气的象征。另外，从生理角度来看，点掉红痣要比黑痣危险得多。红痣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胎记的一种，点掉之后很有可能出现再生的情况，所以建议不要轻易点红痣。任何志向都有其存在的道理，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，也不能看得太重，需要我们根据志向学来认真研判。其实任何人的运势好坏，事业发展是否顺利，情感婚姻是否幸福，财运是否旺盛，身体是否健康等等，都是一个整体综合的过程，不必过于看重志向。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呀，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男生身上的吉痣与凶痣。前段时间呢，小酱汁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女人身上常见的吉痣与凶痣情况。很多朋友留言问老师，那男人身上哪些痣是吉痣，哪些痣是凶痣呢？小酱汁老师呀，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解一下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1. 男人身上的吉痣。1. 鼻头长痣。鼻子在相学里代表财运，也称为钱帛宫。鼻头越丰隆，代表支出越多；鼻翼越丰满，代表积蓄也越多。如果一个男人鼻头长有一颗黑而亮的痣，则表示财气好，收入多，将来呀必定荣华富贵，财气亨通。2. 上唇长痣。上唇长痣的男人很懂得投资理财，他们并不满足于每个月稳定的收入，总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赚到更多的钱。此类男人呢很有眼光，每次呢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，因此呀才会大富大贵。3. 下巴长痣。左下巴长痣代表荣华富贵，右下巴长痣代表权力地位，一个主财，一个主权。左下巴有痣的男人特别有投资运，房产较多；右下巴有痣的男人则善于弄权。他们对做官天生敏感，官运比较好，是福寿滔天之象。另外呢，下巴长痣的人呢，对生活追求比较高，学历不低，只是在感情方面呢比较动荡。4. 耳朵长痣。耳朵长痣的男人是很聪明狡捷的，适合经商，而且他们的野心很大，敢于投入，加上呀特别会来事儿，所以忠实客户很多，生意能够越做越大。耳朵长痣的男人能够大富大贵，全靠他们这一张嘴。5. 胸部长痣。胸部长痣的男人并不擅长社交，但当他们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就会特别的有魅力，因为他们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，只关心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能大富大贵，更多的是靠才华。不过呀，他们不适合自己创业，适合辅助别人做大生意。6. 手心长痣。手心长痣的男人呢，特别有恒心毅力。大多数人呢，在工作中遇到难题，都会慌不择路，或者着急跳脚，骂骂咧咧的。但是呢，手心长痣的男人每次都是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，可以说呀，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强，情商比较高。
7. 鼻翼有痣，在面相学中呢，鼻子乃是财帛宫的所在，而鼻翼呢，则是财库所在，所以鼻翼上有痣的男人呢，一般财库都比较饱满。他们在生活中呀，属于那种很会过日子的类型，所以可能即使经济收入不是很高，但依然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不断的积累财富，让自己的积蓄越来越多。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并不是很富裕，但至少呀，在生活中不为用金钱而担忧，很少会出现那种缺钱花的情况。8. 手肘处有痣，在手肘外侧有痣的男人呢，一般财运都比较旺，而且是属于那种非富即贵之命。因为命好呢，所以赚钱比较容易。同时，这种面相的男人呢，一般也比较有上进心，做事情很要强，而且有毅力，能够坚持到底。所以这里有痣的男人或许出身不是很富贵，但是却能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，在事业上打拼出一番成就，经济收入呀也会随之不断提高，从而让自己的物质生活品质不断的得到提升，家人呢也能跟上一起过上好日子。9. 左脖子有痣，男人脖子左侧有痣乃是吉痣，而在脖子右侧有痣则为凶痣。在脖子左侧有痣的男人呢，一般都很会过日子，且对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，同时呢也比较要强，总是想着比别人活得更精彩。因此这种志向的男人呢，赚钱都比较卖力，而且呢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积累到足够的财富。或许啊，他们一开始生活呢并不是很富裕，但是呢也不会太缺钱，只是自己的生活比较辛苦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所能够积累的财富将会越来越多，物质生活品质呢也会随之得到改善。10. 额头有痣，在面相学中，额头这个部位是很有意义的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祖业以及他在早期的运势，尤其是对于男子来说。所以啊，如果额头长痣的话，代表这个人出生的时候运气就相当的满。所以一开始呢，他已经拥有了很好的起点，并且这样的人一般运气都非常的倾向于他，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往往也有很高的成功几率。对于有这种特征的男人而言呢，福气经常伴随，所以这种痣呀也是很好的一种特质。2. 男人身上的凶痣。1. 眼尾有痣，不论是他对不起你还是你对不起他，眼尾痣的人多数在爱情或者婚姻中出现第三者。眼尾到发际线之间的地方称之为奸门，奸门有痣者呢，性格上很阔气，很有魅力，所以异性缘极佳，欲念重，一生命中带桃花，容易被异性纠缠不清。与异性的关系呢，起初颇为顺利，可是大都无法长久的持续下去。初次的婚姻呢，往往受到阻碍。但如果痣的形很好，是黑色且泽亮，可以考虑从事多与异性打交道的事业，则能够获得异性的援助而获得幸运，亮出漂亮的成绩。不过呀，要小心自己的嫉妒心过重。2. 嘴下有痣，嘴的下方有痣的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漂泊不定的人，所以即使有钱呢，也不适合买不动产。但如果痣的形很好，就能一生过着清闲舒适的生活。如果位于嘴下正中央，则此人容易沉迷于杯中物，而在性格上呢，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。不过这种人的优点呢，是思虑周到，具有决断力，不会犹豫不决，优柔寡断。3. 后脖子上的痣，感情瓜葛痣。该痣大约在脖子后面的中侧位置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脖子后面的中侧有痣，表示他或者他的感情瓜葛不断，可能自己花心，也有可能受到异性的欺瞒，往往出现感情或者婚姻的危机。如果有这颗痣呀，是万万不可点去的，否则你的一生感情婚姻会很糟糕。4. 锁骨上的痣，理财不佳痣，该痣在人的锁骨与脖头之间，如果在锁骨接近肩膀位置有痣，表示呢其平时理财较差，不注意守好财库，导致晚年贫穷。因此呀，凡是有此痣的男女朋友都要谨慎你手中的钱财，尤其是要谨慎投资。5. 脊梁骨下部的痣，这种长在脊梁柱正中的痣，表示人有双重性格。色泽好呢，代表善解人意，但不善表达；色坏代表性格会影响到生活，很多时候呢不被他人理解，有时候显得过于沉闷。总之呢，异性缘不会特别好，但工作方面呀还是比较顺利，身体脏器呢会出现小的疾病。6. 手后臂上的痣，
孤儿寡女痣，该痣通常在你的后臂，如果你是女性，在你的右手后臂有痣，男人在左手的后臂有痣，那么表示你会孤儿寡女，即是说感情婚姻较差，甚至六亲关系也不那么好。对于某些人来说呀，真的有可能孤独终老。此痣不能点去，只能通过化解方法。最简单的化解呢，是在该痣所在的手上系一根红线即可。7. 胳膊肘的痣，你将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，责任和压力都会比较大。换句话说，你会因为经济原因生活的比较累，痣的颜色越深呢，劳累程度就越大。事业上如果因不懈努力会有所成，此痣吉凶就很难说，要看你自己是否能承担起这份压力了。8. 脚后跟上的痣，麻烦痣缠身，该痣呀通常在你的脚后跟。如果你抬脚发现自己脚后跟有痣，而且颜色是黑色的痣，那么你就要谨慎了，因为这颗痣在命相学中表示你会麻烦不断，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。此痣呢可以点去，女性也可以在你的脚指甲上涂上你适合你命理五行的颜色。男性呢则最好是点去，当然如果你常年累月都穿袜子呢，则该痣无碍。9. 耳根长痣，耳根痣呢也叫做害病痣，耳根长痣的人呢很容易出现疾病缠身的问题，大多数时候都说小毛病不伤根本，但一旦小病大病一起来呢就很棘手了，总要折腾很久才会恢复。此类人呀还特别容易招小人，所以生活中呢会过得很不顺。10. 嘴角长痣，嘴角的痣呢也称为小人痣，有此相的人呢是易黑体质，说话容易得罪人，所以总遭小人的算计报复。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祸从口出，不要口无遮拦，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。11. 发际线有痣，痣长在前额两侧靠近发际处，且与眉毛眉尾相对的部位，那可不是什么好痣。这里长痣的人呀，命途不顺，容易遭遇横祸，出行安全呢需要多加注意，交通安全呀也需要格外的注意。你身上的痣是吉痣还是凶痣呢？快结合小江浙老师所讲的内容看一看吧。如果有凶痣呢，也不要担心，因为呀，这只是影响你运势的一部分，并不一定有凶痣命运就一定不好。具体呀，还是要结合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不利事业感情的10颗恶痣。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痣，痣长在人身上不同的部位上，其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。从志向学的角度来看呢，痣有好痣和恶痣之分，善痣能给我们带来好运，则恶痣则给我们带来霉运，给我们的事业或者爱情造成一定的阻力。那么痣长在哪里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感情呢？下面跟着小江之老师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。1. 左额上有痣。左额带痣的男人为人善良，做事犹豫不决，并且凡事喜欢3分钟热度，其童年生活一般较为艰辛，或是跟着父母奔波劳累，或是因为父母离异而寄人篱下，且无长辈缘。在24到27岁时，容易远离家门外出务工，婚后生活较为平淡，而且易因他人重伤而发生情变。有此志向的女人为人缺乏判断力，重感情没有主见，过于依赖他人。在23到26岁烂桃花不断，容易因抵挡不住诱惑而早孕，最终亦因此与家人关系不和，而让感情之路严重受阻。不宜找比自己小的异性当配偶，离异几率会增大。2. 太阳穴带痣。太阳穴这个部位在相学上被称作为迁移宫，也称为驿马宫。此位置带痣，痣的面积较大且有光泽，带毛最好。男人为人胆大心细，做事有担当，凡事喜欢亲力亲为，在30岁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迅速发家致富，配偶非富即贵，婚后能迅速扩大家业。女人太阳穴带痣是天生的富婆命，她们为人慷慨，受人尊敬，人缘佳，有出国的命格。婚前事业运旺，婚后大多无需工作，即可享受富人的生活，且晚年子女缘极好。3. 眉间痣。
眉间长痣的人运势较佳，但以大起大落，生活不太稳定。眉间长痣的男人为人豪爽，做事干练且自信，异性缘佳。在24到27岁间，事业运极佳，容易迅速晋升或者创业成功，但也容易因为过于骄傲而使人际关系发生危机，最终导致事业下滑。女人眉间长痣，为人大气有魅力，做事沉稳，但容易为情所困。在22到28岁间呢，她们烂桃花不断，容易因交友不慎而惨遭报复，最终将有可能惹官司是非。婚后财运极佳，但感情生活不顺，配偶易出轨。4. 上眼皮带痣。上眼皮带痣的男人为人极易聚财，能力强且有长辈缘，通常靠脑力能够发家致富，无需从事体力劳动。在22到27岁若创业，大多数因为有父辈的扶持而扶摇直上，婚后他们更加聚财，能与配偶的亲戚朋友合作，成功扩展事业，能在40到43岁再创事业高峰。有此志向的女人性格古怪，创新能力强，有管理能力，在24到28岁容易因出色的表现而事业步步高升，但不宜晚婚，晚婚容易遭遇配偶的坑骗，最终人财两失。5. 下眼睑带痣。下眼睑带痣的男人对待爱情真心实意，但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而对另一半施加暴力。在27到30岁，容易因另一半出轨而对其拳打脚踢，容易因此而惹牢狱之灾。40到43岁，则容易因感情用事而导致被辞退或者创业失败的厄运，晚年财运极弱。下眼睑带痣的女人为人喜欢斤斤计较，嫉妒心强，心机极重，喜欢背后道人是非，在26到28岁容易因不断重伤他人而惨遭报复，最终将为父母和兄弟带来严重困扰。婚后则容易因红杏出墙而名声受损。6. 山根带痣。山根带痣的男人为人易怒，干事能力不佳，容易因情绪波动而与人发生冲突。在22到26岁，他们极容易因他人怂恿或者心智不成熟而吸毒或者偷窃财物，容易因此而让名声和事业一再受阻。婚后，他们容易因为父辈的纠纷而与配偶发生离异。山根带痣的女人一生口舌是非多，坎坷颇多。在23到27岁，容易因第三者介入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若是早婚，则必离。婚后则容易因为配偶的事业变动或者父母的阻拦而发生情感危机，难有安逸的日子。7. 年兽带痣。年兽指印堂与山根之间的部位，即两眉之间至鼻根。年兽带痣的男人为人色欲心强，性欲旺，容易因冲动而迷失方向。在22到26岁，他们容易因色心重而不断与异性和同性发生关系，亦因此而导致事业严重下滑。婚后则容易因肝脏失调或者肾脏疾病而夫妻生活不和谐。这类女人在23到26岁烂桃花居多，容易招惹私生活混乱的异性，最终将导致名誉受损。29到32岁则容易因旧情人的介入而导致婚姻受阻。8. 嘴上带痣。上嘴唇带痣的男人为人心思缜密，逻辑思维强且善于分析，自小父母缘或者兄弟缘深。在24到27岁，他们事业运极弱，但容易因有父母或者兄弟的劝胁而财运有所好转。婚后，他们容易因为过于挑剔而不断与配偶发生争执，而且亦因为对方的情变而导致离异。嘴上带痣的女人为人适应能力弱，承受能力也较差，容易因为过于放纵自己而错失某些工作机会，最终造成事业平淡无奇。在32到35岁，他们极容易因为孩子的问题而与配偶分居。9. 手心带痣，男左女右。手掌正中央带痣的男人为人擅长数据分析、理财投资，做事十分谨慎，一切按部就班。在27到30岁，能够凭借一技之长而不断晋升，与领导关系佳，且有能力管理下属。婚后他们若创业，则需要配偶协助，否则容易漏财。中年财运极佳，能够收入翻倍。此相的女人为人乐观开朗，做事沉稳，善于交际，是不可多得的女宰相。
在28岁前，若是从事公关、传播、外贸，能够收入惊人。婚后，他们有能力协调配偶，发展事业。在43到45岁若创业，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，且声誉极好。10. 左脚被带痣。左脚被带痣的男人是天生的劳碌命，他们为人憨厚无主见，做事缺乏判断力，容易人云亦云。在23到28岁，需要通过付出较多的体力劳动才能换取3餐温饱。32岁前难有积蓄，35到38岁则容易因遭人算计而导致事业受阻，最终有可能人财两失。女人左脚被带痣，为人喜欢埋怨，做事拖沓，忧愁多，一生情路坎坷。在24到27岁结婚者，容易因配偶的暴力或出轨而导致离异，而且极容易流产。37到39岁则容易因为身体不适而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，最终将导致积蓄全无。小江之老师最后要提醒酱友们，人的运势好坏，感情婚姻是否顺利，其实呢是一个综合的工程。换句话说，即使身上没有这些痣，也可能出现麻烦。反之，即使身上有这些痣，然而你化解得当，而且留意调理自己的住宅风水和办公室风水，那么霉运也会离你很远，则好运则会频频降临。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身上8颗克夫痣一定不能留。通常来讲，婚姻美满可谓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获得幸福如意的美满婚姻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女人婚姻不顺是会在面相上有所体现的。比如我们身上的痣如果长错了地方，是会对我们的幸福产生很大影响的。尤其是女人身体若有如下这几颗痣，通常都预示其婚姻不顺，容易克夫，难享婚姻幸福。那么到底哪些是克夫痣呢？哪些是旺夫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女人身上8颗克夫痣。1. 无名指长痣。一般女人的结婚戴戒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无名指，若女人的无名指位置长有恶痣，通常属于二婚痣。她们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一，常常喜欢见一个爱一个，自己也吃不了苦，容易贪财拜金，往往离婚的几率比较大。所以他们对待婚姻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，也不值得结婚，否则到时候倒霉遭殃的必定是自己，丈夫有可能会落得人财两空的地步。2. 左肩长痣。女人的左肩膀位置处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。通常的情况下，女人拥有此种恶痣的人往往没有啥好的发展，家里大小的事情都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，甚至赚钱养家的责任也是他们。丈夫多半都是一些无能窝囊的人，所以他们的脾气性格比较的粗暴。丈夫越靠不住，他们的脾气也就会越大，就算是把心操碎了，最后也不落好。不是女人克夫，是丈夫不成气候。3. 手臂上的克夫痣。手臂内部长痣，无论男女，感情都不会顺利，夫妻间的挫折磨难多，容易经不起诱惑，对待感情不专一，一生的婚姻运势比较差，并且与父母的关系也不好，晚年身边无人可依，晚景差，与子女的运势浅薄，很容易孤独终老。有此面相的人，若是想改运，除了点掉之外，也可以在胳膊上系红绳，遮蔽住黑痣，避免婚姻更加糟糕。那么以后的感情生活就会更加的不和谐，导致你们感情破裂，甚至结婚之后再离婚。这颗痣就叫做离婚痣。此位置有痣的话，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，给女性带来较为糟糕的情感变化，婚姻不幸，会破财，天降横祸。4. 子女宫有痣。子女宫就是眼睛下方的下眼睑部位，在相学中称之为泪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与子女运。如果子女宫位置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心思非常的细腻，感情较为的丰富，而且性格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人缘比较不错，但是夫运不好，容易嫁给一个无能的丈夫，整日好吃懒做，自己不得不辛苦挣钱养家，整日得不到对方的关心和体谅，还要付出很多精力去照顾对方，
婚后生活劳碌而辛苦。5. 左肩门有痣，眉毛尾部与眼睛尾部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称之为肩门，也叫做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和夫妻缘分。如果女人的左肩门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克夫痣。尤其是30岁以前眼尾处长有鱼尾纹的女人，代表着一生劳碌。这种女人大多婚姻不美满，婚姻中夫妻二人容易产生矛盾和争吵，导致关系处得很紧张，也会影响到丈夫的事业和发展。如果右肩门处长痣的话，则婚姻中容易出现第三者，夫妻关系不稳。6. 福德宫有痣，福德宫为眉毛的上方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气和福气。如果女人的福德宫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称之为克夫痣。如果这颗痣长在左眉的上方的话，代表着损失。这种女人一般比较的任性自私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省，也不知道理解丈夫的辛苦，还经常喜欢无理取闹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毫无帮助，还会让丈夫蒙受钱财上的损失，甚至对健康也不利。若是这颗痣长在右眉之上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婚姻变数比较的差，一生至少有2段婚姻。7. 命宫处有痣，命宫既是印堂的部位，位于两眉的正中部位，对一个人的整体运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命宫处长痣的话，也称为双龙抢珠，相学中有着双龙抢珠连毁2夫的说法。这里长痣对丈夫的运势是非常不利的。这类女人大多思想和性格方面比较的开放，整个人看上去也很有魅力，异性缘非常的好，不过脾气却非常的急躁，个性也比较的强势，事业心旺盛，并且容易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不懂得退让，长期如此会对丈夫形成压制，婚姻很难长久，一生注定孤独。8. 嘴唇上有痣，嘴型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而嘴唇代表着一个人感情的薄厚。如果女人的嘴唇上长痣的话，这颗痣既为一颗享受痣，也为一颗桃花痣。长有此痣的女人一般物质欲极重，而且贪图口舌之欲，比较的爱享受，不过性格开朗大方，很受异性的欢迎，身边追求者较多，桃花运非常的旺盛。这种女人交际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的现实，很难从一而终，婚后也不知道收敛，容易伤透男人心，从而使得他们的事业也受到阻碍。2. 女人身上5颗旺夫痣。1. 脚后跟有红痣，脚后跟长痣的话，因为被鞋子盖到，是不容易被看见的。如果此处长有黑色的痣的话，为凶痣；若是此处痣红润亮泽的话，则为福痣，代表着福气和财气旺盛。这种女人一般从小出身较好，不受奔波劳累之苦，从小就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来自于家中亲人的帮助，智慧与才华并存，婚后能够为老公出谋划策，对丈夫的事业帮助很大，不仅自身运势良好，还要能够给家里带来很多财富。2. 腿上有福痣，运势不外露的痣就是最好的痣，是藏福和藏财的意思。尤其是女人，长在大腿的痣就真的是深藏不露，所以是非常有吉祥之意的，不但代表自己命好，更是既旺夫又益子的好痣。他们的人缘特别的好，无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，总能够逢凶化吉，获得贵人的帮助。在结婚之后，她会把好运传染给自己的丈夫，两个人在共同努力和奋斗之下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豪，从而衣食无忧，富贵多金。3. 山根有福痣，山根也就是我们的鼻子，在面相中，鼻子为男命的财星，为女命的夫星。其实鼻子那个位置长痣都不好，唯有山根之上，眉心靠下的印堂位置最佳，不但能嫁个富贵的丈夫，还能够助旺丈夫的事业。这样的女人不仅能够帮助家里解决问题，并且对老公和老公的事业也非常的支持，从而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，在事业上自如发挥，家运自然也是蒸蒸日上。4. 下巴有痣，
下巴在相学中称之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、家庭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痣的话，属吉痣，预示着一生富足。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祖产、房产和不动产，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家庭关系是否和睦。此处长痣的女人性格温厚，祖业殷实，既能够得到来自于父母和长辈给予的物质帮助，自己的赚钱能力和蓄财能力也非常的强。婚后特别的旺夫，能够帮助丈夫打理很多事情，家中的经济状况也会越来越好。5. 太阳穴周围有福痣。如果你的痣长在太阳穴周围，你可能会对脸的形象不太好，但是这是难得的富贵痣。如果你有，那么就要恭喜你了，这是一颗实实在在的福痣，说明你命中自带好运，就像自身就是太阳一样，到哪儿都能得到希望。男的事业有成，能够积攒不少的财富，钱财源源不断；女的则是天生就是做阔太的命，这样的女生比较有能力，而且也很贤惠，是难得的媳妇儿，能够嫁入豪门当阔太，很好的大福痣。虽然运势出生之时就有了不可撼动的基础，但大部分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调理和修为来改变的。痣长在好的位置，则不需要太过在意它，但若是长在不好的位置，阻碍命运，那么去掉它就好了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身体8颗败夫痣，丈夫一辈子都无能。以前的时候，可能大部分听说过的都是旺夫痣，但是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比较少谈及到的女人败夫痣。男人如果娶了这样志向的女人，那铁定在婚姻里是会过得很辛苦的。那么女人身上哪些痣是败夫痣呢？哪些痣又是旺夫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女人身体8颗败夫痣。1. 右侧福德宫有痣。福德宫为眉毛的上方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气。如果女人的福德宫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称为克夫痣。如果这颗痣长在左眉的上方的话，代表着损失。这种女人一般比较的任性自私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省，也不知道理解丈夫的辛苦，还经常喜欢无理取闹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毫无帮助，还会让丈夫蒙受钱财上的损失，甚至对健康也不利。若是这颗痣长在右眉之上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婚姻变数比较差，一生至少有2段婚姻。2. 命宫处有痣。命宫既是印堂部位，位于两眉的正中部位，对一个人的整体运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命宫处长痣的话，也称为双龙抢珠。相书中有着双龙抢珠连毁2夫的说法，这里长痣对丈夫的运势是非常不利的。这类女人大多思想和性格方面比较的开放，整个人看上去也很有魅力，异性缘非常的好，不过脾气却非常的急躁，个性也比较的强势，事业心旺盛，并且容易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不懂得退让。长期如此，会对丈夫形成压制，婚姻很难长久，一生注定孤独。3. 子女宫有痣。子女宫位于眼睛下方的下眼睑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为泪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、子女运势和家庭关系。如果女人子女宫部位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感情和内心都是比较的细腻，心地非常的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但是夫运不佳，容易嫁到穷人家，丈夫也没有什么本事，不得不付出很大的辛劳去努力挣钱贴补家用，同时还要为子女而操心不断，一生劳碌而辛苦。4. 夫妻宫有痣。夫妻宫既是眼睛尾部至发际线之间的太阳穴区域，在相学中也叫尖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感情运。如果女人年轻时此处长得凹陷不起且长有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缺乏家庭责任感，对感情和婚姻缺乏专一和忠诚，在感情中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付出，婚后也不懂得关心和体贴丈夫，容易与丈夫发生矛盾和纠纷，争吵不断。长期如此的话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形成阻碍，
还会对丈夫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。5. 唇上有痣，嘴型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而嘴唇代表着一个人感情的薄厚。如果女人的嘴唇上长痣的话，这颗痣既为一颗享受痣，也为一颗桃花痣。长有此痣的女人一般物质欲极重，而且贪图口舌之欲，比较的爱享受，不过性格开朗大方，很受异性的欢迎，身边追求者较多，桃花运非常的旺盛。这种女人交际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的现实，很难从一而终，婚后也不知道收敛，容易伤透男人心，从而使得他们的事业也受到阻碍。6. 极恶宫有痣，鼻子在相学中分为上下两部分，山根以下的鼻梁上半部分称之为极恶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势；鼻梁的下半部分称之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。如果女人的恶极宫位置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较弱，从小容易体弱多病，而且会经常发生各种状况，导致家中耗财不止。即使丈夫很能挣钱，最终也全部被消耗掉，使得钱财外流严重，还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丈夫烦恼忧愁，阻碍丈夫的运势。7. 脚后跟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后跟的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麻烦痣。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女人，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会是事倍功半，很难拥有好的发展机会。而且通常嫁人也会嫁给穷人，婚后的日子多半都会非常的不如意，各种的麻烦事情不断，就算是嫁给有钱人，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运势，福气浅薄，难以发达。8. 手臂外侧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在一个人的手臂的外侧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漏财痣。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女人，多半自己的财运都会比较差，常常是在花钱方面也大手大脚，完全不会有赚大钱的机会。而且这样的女人手里千万不能有钱，否则必定会把钱财败光光，家财全部都给破坏掉。一般家庭的男人都娶不起这样的女人，婚后日子穷。2. 女人身体8颗旺夫痣。1. 鼻子长痣，鼻子位于面部正中间的位置，代表的是复兴状态。若是在女人的鼻子处的位置长有极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，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，她们天生富贵，个人的能力发展也会非常的强，婚后娶回家也是会带财进家门。而且这样的女人必定会是理财的好能手，只要是把钱交到她们手里，日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，甚至还会在他们的帮助下越过越富有。2. 脚下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女人的脚下位置处长有极痣，则会有命里藏财，脚底生金的说法。往往这样的女人一生都会比较的显贵，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日子都会过得比较富有，个人的根基比较稳定，一辈子都不用发愁，就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属于典型的旺夫命。丈夫与他们结婚之后，也会适当的得到不错的帮助，好日子不断，天生就是上等的好福气。3. 后脖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后脖的位置处长有极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显贵，往往属于凤凰命，只要是她们肯努力肯上进，一生会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，钱财兴宅。而且大多数的时候，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行业，都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所以她们往往福泽深厚，能够延绵长久，直到老都会受宠，丈夫疼爱，儿女尊重。4. 下巴左边有痣，下巴主财运，下巴上有善痣也是非常吉利的。如果女人的左下巴有痣，代表这类女人的不动产很多，一生富贵享不尽，而且她们会有很好的帮夫运，尤其是下巴丰满的女人，能够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这类女人晚年子孙孝顺，尽享天伦之乐。5. 左边眉毛有痣，眉毛里的痣也叫做眉里藏珠，是一个很好的痣象。左边眉毛有痣的女人往往吃苦耐劳，
德智双全，在家可独当一面。同时，丈夫的事业也会在他们的帮衬下蒸蒸日上。这类女人自身的运气也很好，不仅能够得到丈夫公婆的喜爱，老了之后子女孝顺，一生不缺钱财。6. 锁骨长痣。锁骨周围长痣的女人对待感情专一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这个部位是财运的象征。这个部位长痣，预示这样的女人财运也是不错的，婚后也能够给老公带来收益。7. 手掌根长痣。掌根长痣，寿长到100岁。手掌的下半部分主人命理的厚实程度和后福深远程度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这个部位长有黑痣，也许看起来不是很美观，但却主福禄。长有这种痣的女人，一般六亲缘很深厚，一辈子有人疼。左手掌则旺老公有出息，右手掌则长寿安康过一生，能够兴旺整个家族的运势。娶了他们呀，相当于把金库搬回了家。8. 背部长痣。背部长痣在面相学中主背后有钱眼，惜财纳贵，特别是背后长痣的女人，福禄深远，有才有貌，天生性格温婉，贤惠无比，聚财本领一流，生来宛若聚宝盆，嫁入哪门旺哪门。自身的好性格、好心态和好运气都会影响自己和身边的人，一生背后总有贵人相助，活到老也能让自己的家庭享福到老。如果你不幸有败夫痣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去点掉，不然对你的老公影响很不好，生活处处不如意。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身体15颗有钱痣，任有1颗必能富。人人都想发大财，不过每个人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。有些人辛苦努力工作，只能说是勉强糊口，离发财的距离还特别遥远。但有些人命特别好，总是能够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财富，轻轻松松便能够成为有钱人。那么最有横财的痣长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胳膊肘有痣。这类人偏财运势旺盛，即便在赚钱方面没有耗费太多的心思，也可以获取天降横财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虽然他们花钱并不算节省，但是赚的特别多，所以手头还是相当宽裕的。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，哪怕是稀里糊涂入手的，也不容易出现亏损，而是能够实现可观的收益。无意间入手的彩票很有可能中到头奖，从而一夜暴富。而且他们还有可能成为拆迁户，或者是从长辈那里继承到可观的遗产。所以这类人一生之中从来不会因为钱财的事情而发愁，特别有钱。不过他们并不抠门，反倒十分慷慨大方，到了晚年的时候还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。但是也值得提醒的是，虽然手里面很有钱，但是在花销方面还是要张弛有度，不应当存有攀比心或是炫耀的心理，更不要将钱财都耗费在奢侈品方面。2. 眉毛中有痣。在志向学上，眉毛中有痣被称为是眉里藏珠。这类人一生衣食无忧，他们往往家庭条件很不错，父母非富即贵，他们小时候便能够享受到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。对于这类人而言，不管是赚钱的途径还是原本的根基，肯定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。他们在父母长辈以及亲戚朋友的帮衬下，总是能够得到前沿的商业资讯，自然可以实现丰厚的偏财积累。而且这类人还拥有特别强大的人脉关系，会选择与人合伙经营副业，而且在资金方面完全不用担心，即便自己没钱，父母肯定也会给予各种帮助。这类人不但收入很多，而且对于未来人生有着明确而详细的规划。他们花钱的时候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绝不会花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。3. 脖子后面有痣。这类人贵人缘极为旺盛，而且人际关系和谐顺畅，在高人的指点下，他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发大财，而且他们本身就非常善良，
富有同情心和慈悲心，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，绝对能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，因此他们能够不断积聚福德，在财富上能够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天的庇佑。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他们非常幸运，总是能够时不时的得到意料之外的财富，就连平时在外面走路捡到钱的几率都比普通人要高。但是值得提醒的是，即便很有钱，也依然要保持低调内敛，不可高调张扬或是过度炫富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小人的注意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，千万不要挥霍无度，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提前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需要。4. 头顶上有痣，由于这颗痣位于头顶的头发当中，轻易不会被他人看到，故而也有着闭月羞花痣的称呼，就如同眉里藏珠，喜上眉梢一样，算是志向中比较少见的吉象。这颗痣的出现意味着命主能够获得吉星高照的运势变化，他们的偏财运会因此而大幅度提升，甚至有机会在近期获得大把的横财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是相当的安逸，基本上不会遭遇太多的意外。5. 下巴上有痣，下巴在面相学里被称为地库，主一个人的财运、事业和福气方面的运势，也象征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。如果下巴有痣，而且这颗痣乌黑发亮，代表此人的财富将会得到不断的积累，财运非常旺盛，人生也多有发横财的机会。同时下巴有痣代表此人本身的家庭基业就很深，拥有一定的土地资产，生来就不愁钱花。好在拥有这颗痣的人从来不会挥霍钱财，他们不仅懂得合理分配资产，还拥有高明的理财手段，可以将家中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并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财富，是非常有福气的一类人。6. 肩膀有痣，长在肩膀上的痣被称之为壁垒，象征着其人在生活中能够获得额外的收获，就如同铁树开花一般，偏财运那是相当的不错。这类人虽然并不擅长管理财富，但确实是财运不俗。7. 鼻头有痣，鼻子在脸上被称为财富和丝绸宫，这与我们的财富和财富有关。因此，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否有钱，首先要看的是鼻子。如果鼻子长得好，财富自然会好起来。如果鼻子上有一颗黑色闪亮的痣，这意味着主人的财富会上升。他不仅有很强的工作能力，而且有很好的领导能力。因此，这种人适合自己创业，虽然有一些风险，但回报也很大。8. 耳朵长痣，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分与财路等，若是在耳朵的地位处长有吉痣，并且痣象长得大而黑亮，则这样的人生来的智力发育比较高，并且他们的事业心也会比较强，不管是进修乃是任务，都会具有不俗的成绩，并且通俗的状况下，这样的人本人的头脑也会长得比较活泛，一生都不差钱，日子也会超出越好。9. 天庭长痣，天庭及天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早年运气与智力发育优劣等，若是在天庭处的地位长有吉痣，则这样的人诞生就会含着金钥匙，本身的珠子运比较充分，并且他们的智力发育不错，脑筋比较灵敏，福分深邃深智，一旦捉住机会，就必定可以升官发家。所以这样的人本身的福分不错，一生不差钱儿，个个都是福分相。10. 上嘴唇长痣，通俗在相学中都会把长在嘴唇上的吉痣称之为口福痣。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本身的物资前提不差，并且他们个人的生活财会也会比较强，不但本人会赚钱，也会给家人供给极高的物资前提，所以这样的人属于典范的享用型人才，不管是车房都必定不能太差，吃的穿的也必定会十分的好。11. 手指上的痣，在手指上长有痣，说明这个人有着十分强的财会，可以把持到专业专长，做起工作来会越发轻松，睁开要比其他人顺遂。手指有痣的人有赚钱的财会，一碰到好的机会就会时时掌握住，通过本人的双手去发明财富，而手指有痣的人也是最轻易一夜发横财的。
12. 手臂有痣，在手臂上长有痣也是代表会有很好的财运，这个部位的痣预示着一个人中晚年的运势，代表此人通常到了中年运势会发生很大的提升，不仅事业上不断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，财富方面的运势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拥有这颗痣的人也预示着一生都能和好运相伴。13. 手肘上长痣，手肘上长痣也是富贵的象征，手肘有痣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轻松得财，一生不为钱财发愁，通常名利双收，福禄双全。肚脐下方或肚脐上长痣也代表富贵好命，说明此人衣食无忧，诸事皆顺。鼻头上有痣的人也是财运比较好的人，常得意外之财。下巴颌有痣的人财运也是不错的，年轻时若到他乡求财可顺利得财。14. 眼角处长痣，在眼角处生有痣的人大多非常聪明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能吃苦耐劳，会凭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取得成功的事业，同时获得大笔财富，属于先苦后甜，由无到有的类型。15. 耳垂长痣，耳垂生的大而饱满，称为耳有垂珠，这是一种福相。假如再生有痣的话，表示其人心地善良，有福气，常有好运光顾，财运旺盛，事业也比较顺利，能得富贵荣华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